沛州泽一带，常见则不宜，因在阳之内，不在阳之对。瞒天过海。他或真言疲为来的。国都城邯郸，已被魏国重兵合围。烽火连天，战鼓震响，赵国已至生死存亡之秋。齐军帐前白袍如雪，此战当以静制动。此时救赵，不可正面强攻，而应避实击虚。他挥笔落墨，红点如血，直指魏国心脏大梁。击其虚处，引其回援，此乃攻其必救之计。齐军夜行绕道，如墨龙般穿行于魏国腹地的山峦之间。魏都告急，魏军主力惊恐万分，只能弃赵而回，仓促撤援。夫善战者，胜于庙堂之上。兵法之妙在于是。两方对峙，局势紧绷。若此时贸然行动，即便达成目的，我方也将损耗巨大，实非明智之。智者交锋，不在兵刃。这地图上的山川走势，便是最好的棋局。借他人之手，方能解我燃眉。这封信须在3更前送到，须以重力引纳谭郎入局。局势如水，因是力道方未上乘。我们只需按兵不动，待其尘埃落定，山河依旧。这世间争斗，终不过是纸上的几点墨迹。既成，人散，清风自来。会道也。借刀杀人，借的是势，杀的是心。夫兵法之妙，在于虚实之变。敌军长途奔袭，已是强弩之末。风沙漫天，千里跋涉，其锋芒已顿，其气力已竭。而我军宁静整齐，避其锐气，击其躲归，此为之以逸待劳。日升月恒，等待是为了更致命的一击。全军听令，出击！整齐之师如潮汐推进，溃败之兵如残云消散。
代劳、耐心与时机的终极博弈。I began to study. 动乱之时，崩溃往往比战争更快降临。真正的智者不点燃火焰，只在火势最盛之时出手。乱世之中，最先崩溃的往往不是城池，而是当秩序开始动摇，再强大的军队也会从内部瓦解。智者不急于出手，只是静静等待火势最盛的时候。当混乱吞没理智，最微小的一击也足以改变天下的方向。不必最强，只要在对方最脆弱之时出手，这就是时机的力量。第5计，趁火打劫，世人避火，智者借火。胜负早在出手之前。战争未起之前，真正的较量早已在看不见之处展开。当敌人以为你将正面出击，他的目光也被牢牢锁住在那个方向。智者真正的攻击，从不在声势最盛之处，而在无人察觉的角落。当注意力被声势吸引，真正的胜负已从另一方向悄然降临。真正的胜利，不是力量的对撞，而是方向的错位。让敌人看见你想让他看见的，你就已走向胜利。